們現在很多臭豆腐都是騙人的。今天給你拍到是算你幸運，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秘境，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房秘境。你聞一下這個水，什麼味道？硫磺的味道。好冰涼哦！哇，成功了！哇，来乾杯！讓美好回憶 check in 你的腦海，跟着煙波 check in 蘇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貝卡。想到蘇澳，你跟我一樣想到的只有冷泉嗎？但是其實這個小鎮還有非常多很有趣的歷史故事，還有在地人才知道的景點哦。如果你不想走馬看花的話，不妨跟着專業的導覽遊程一起去探索這個美麗的小鎮吧。那在影片開始之前，別忘了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開小鈴鐺哦。那我們就出發吧。那我們歡迎到我們宜蘭縣觀光大使賴老師，老師好。嗨，雷貝卡好，我是宜蘭縣觀光大使賴西湖賴老師，我是民國70年就開始在帶團哈。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煙波大飯店門口這個地方啊。對，它背面就是我們蘇澳很出名的七星嶺步道，所以它背山面海。那前面你看，我們看到這是我們蘇澳很出名的蘇澳溪，另外一個名稱叫北米 K 啊，叫白米溪。為什麼叫白米溪呀？是因為這裡有盛產的白米嗎？這個常常会有很多人誤解，它注入的地點比較特殊，就是我們這邊過去的蘇澳港，它的中上游那個地方有很多的礦石，所以這邊在早期50、60年代有10幾間的礦石加工廠，有一部分的加工，它會把一些白色的礦石碾碎，然後過篩，篩到最小那個，像不像我們的白米呀？哦，所以這樣子留下来的，就叫白米溪嗎？對，台語叫九米呀。那老師，我們蘇澳這邊到底有什麼好玩的？如果沒有來這個導覽的話，我們可以看到些什麼東西？蘇澳事實上是很有人文、歷史文化的一個地方哈。煙波大飯店這個所在地就是以前在清朝、在日治時代，它是最重要的行政中樞跟管理核心所在。那另外還有我們剛才講到的七星嶺，蘇澳最出名洗冷泉，去寺廟走一走。那這邊也是全世界唯一的3港合一，北方澳的軍港、蘇澳的商港以及南方澳的漁港，對，3種不同形態的港口形態，那一起共同使用一個出海口。老師，您迫不及待，那我們馬上去更多地方看看吧。好，我帶你去啊。我想最天然的臭豆腐，我們現在很多臭豆腐都是騙人的，用化學的嘛。真正早期，我們最早期是用植物做的。羅東北城臭豆腐、香厨臭豆腐，它就是用这個，就是用植物性的，這個叫刺線啊。你看它有刺，用让它植物性的發酵，所以它才會墨綠色的。今天給你拍到是算你幸運哦。來，這個，這個長得很像那個神奇寶貝吧？我剛剛以為是什麼蛹它就是螳螂的卵鞘，這裡面有幾十隻啊，甚至上百隻的小螳螂，等它孵化，它會一隻隻爬上來，很多密密麻麻的。這是螳螂的卵鞘，很少看到。看這個要有機運啊。這邊像不像燈籠？蠻像。像不像燈籠？哦，有沒有？它這邊竟然有野生的呢！我來找找看，看有沒有成熟的給你吃。這顆還不夠，這顆還不夠成熟，對，還不夠成熟，你試試看。是可以吃的，沒問題的。有點酸酸的，對不對？酸酸。蘇澳這邊有太多可以講的啦，很多生態。好，我們來到這個地方，這是哪裡？這樣？這裡是蘇澳火車站。哇，你看這樣看得出來了。蘇澳火車站並不大，可是它在整個宜蘭縣的鐵路運輸史是非常重要的。它被戲稱叫盲腸線，它是從北回路另外岔出來的另外一段。要不要？對，要不要都沒關係。我們宜蘭縣有鐵路是在日本時代。宜蘭縣最早的火車站就是這一間。蘇澳火車站會建設作為宜蘭縣從南港到這邊的最終點，運輸的終點，就是因為礦石。你現在很難想象，現在人好像稀稀落落，可是，在民國50年代，你可以想象這個地方是不夜城嗎？來，我們看看。斜對面那一家，現在變成上海旅行社，可是這個地方就是以前的公路局總站，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鐵路跟公路的轉運站。所以這邊因為人很多，要有住，要有吃，又有食堂，也會買一些伴手禮啊，所以不要小看這個火車站，造就了整個蘇澳鎮的繁華景象。老師，我們到靜安宮了對，這裡跟泉州人的信仰中心有關係，它有什麼特色嗎？它的主神叫張法主公。宜蘭這邊的開拓是烏沙帶來的，所以宜蘭在早期最多的族群是漳州人，泉州人很少。蘇澳這一區主要是泉州人，所以這個是泉州人的主要信仰廟。在宜蘭只有3間廟是拜這個的，我們進去看啊。這個香我們一般拜或者插上去，你看這個會有香煙裊裊，這香煙裊裊就會往上天庭，這些透過這個煙，就是你的字字句句就變成一封信。
要往天庭告知張華主公。這間廟最特殊的就是這一對石獅，一般在廟宇寺廟的石獅都有分公母，所以這邊照理來講，這邊應該是公的，兩邊是公的，後邊是母的。可是你看看，剛好顛倒，石獅這樣擺。錯位是不是擺錯了？還是母獅子地位比較大？這間廟原本不在這邊，它最早是在山邊，叫西本願寺。你只要有聽個本願寺，基本上都是以前日本人留下來的。因為1945年日本戰敗，這些日本人就回去了，所以整個寺院沒有人了，就幾乎毀壞了。這間廟又要重蓋，所以就把那些全部都把它遷移到這個地方放。我們的廟擺飾一定是獅頭向外，但是日本的神社它的擺飾是。不是相對哦，面对面。可是它2個面向要向外是不禮貌的，所以拿來這邊的時候要擺這個，就把它交換，這樣才对。面向的關係，對，是面向的關係哈，很特殊哈，很特殊。我們走着就來到我們剛才講的秘境了。对我們講說豆腐乳冷泉窟嘛哈，就是台語叫島日冷泉窟。島日是宜蘭腔，讓你先玩這個。我們小時候都要壓這個水，你聞一下這個水。什麼味道？硫磺的味道。對，你現在壓出來的這個碰浦壓出來的就是冷泉，而且這邊的冷泉是源頭。有一個婦女就是拿這個水來去弄豆腐乳，做的都很好吃，所以就因為這樣出名。人來人往，你如果說不講，根本就不知道啊。不知道下去。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秘境，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房秘境。哎，今天一個人都沒有，多好啊！洗冷泉講台語叫洗紅水。洗黃水，對，硫磺的磺，你可以摸摸看。哇，很冰哎！基本上冷泉的年均溫22度，所以它不是很冷，所以夏天來泡很冰涼。那冬天呢？冬天去泡溫泉啊？沒有，你泡冷泉。我說冬天你冬天還要泡冷泉嗎？哦，冬天泡冷泉才舒服。冬天泡冷泉就反而會變得溫溫的。阿里史冷泉是我們剛才那個導入冷泉窟裡面下面留下來的下游。對。老師，我終於看到氣泡了。啊，這個氣泡就是抱氧化碳，變質石灰岩經過加熱產生的。我們要泡冷泉，就是要享受這種氣泡在你身上、皮膚上面。對，刺刺的那種感覺，這個要小心。謝謝老師。要好。哇，好冰涼哦！褲管這捲起來。美人湯，感受一下美人湯。我們的臉就變端了，變端的啊！哇，今天走得很累吧？對不对？好熱哦。有沒有好熱？哎，我特別準備了我們這邊特產彈珠汽水。要不要喝？要。好，我先要考試。為什麼叫彈珠汽水？裡面有彈珠啊。對，那為什麼用彈珠？在早期瓶蓋跟金屬蓋還沒有盛行發明之前，用什麼當瓶蓋？就軟木塞。所以軟木塞你當瓶蓋一晃動，壓力太大，它会噴出去，或者是它不夠密，就會讓那個氣跑掉。所以當時這個發明啊，我說竹中信景他們這個工廠發明這種彈珠汽水是很有智慧的。看來在這麼熱的天氣要喝到彈珠汽水，有了。哦，老師你好厲害，我要成功，我試試看。哇，成功了！哇，真的辛苦，这樣喝起來才過癮。來，乾杯！哇，超有氣，它整個氣都冒出來了。對啊，今天跟着老師真的收穫滿滿，可以看到很多在地人才知道這種歷史的小景點。歡迎大家要常來宜蘭，常來蘇澳，大家都可以多多的來蘇澳這邊感受一下蘇澳這個小鎮的魅力。有機會的話，也可以來報名我們煙波這個遊程哦。別忘了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。那我們就下次見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歡迎大家來宜蘭，歡迎大家來蘇澳。